什么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些都是什么？哼，方仲妙，今日是我宁远侯府过继四子的大日子，你个四子嫡母还不出面，在这摆什么臭架子？夫人恕罪，少夫人刚刚不小心摔倒，撞到了额头，然后就中邪了。中邪？哼，果然是方臣子那个废物国师的女儿，整天就知道装神弄鬼。我儿刚刚战死沙场，你这个不争气的肚子，不仅没给我儿留一个子嗣，今日还要坏我过继四子的大事，我绝不轻饶。方臣子，国师的女儿，我到底是谁？这到底是哪里？我好像失忆了。失忆了？刚才是方仲妙的声音，可他明明没有张嘴，难道我能听到他的心声？这群人不知是敌是友，我失忆一事，万万不能让任何人知晓。方仲妙竟然失忆了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有了你的心声加持，你的钱和命都归我余家了，你这辈子休想翻身。母亲，不必多礼，坐下说话。妙妙，母亲是关心则乱了，挑选四子的宴会马上开始。你若身体不适，母亲帮你跟侯爷和族长请个假。四子？听他的意思，我是个膝下无子的侯府少夫人，四子过继在我名下，花我的钱，将来还要分我的嫁妆，这么重要的抉择，我怎能不亲自参与？如此说来，多谢母亲，我已无碍。族老们若是见不到我，怕是会责怪你。装得真贤惠，可惜呀，四子的人选，我和侯爷早已内定，想要把握下辈子的命运，做梦。那我们这边过去吧，来。他们对我都很了解，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。必须找个可以信任的人，我才能在侯府站稳脚跟。霞姐，还是跟小时候一样，穿衣服总是不顾领子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就要当娘了。看来这个老嬷嬷便是我的奶娘，从她嘴里套话容易些。弄到你的嫁妆，我也能发财了。我好像不用套话。我的眼睛可以知晓一切。什么？这个奶娘，财帛宫里悬破军，子女宫里做擎羊。她近期必会破财，子女有血光之灾，她自身都难保，我又怎能倚重于她？少夫人怎么会？这个叫碧桃的丫鬟，福德宫乱文横生，贪心又无忠心，不可用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只看了一眼，怎么会知道他们的命数？这两人的财帛宫里都有一条带煞的暗纹，应当是刚刚发了一笔横财。我屋里的下人同时发财，是巧合吗？不是巧合，肯定是有人把他们收买了。是你吗？我的好婆婆。你竟然……他竟然会斗术之法！原来如此，我的眼是天眼，我的术是旺气，可窥天命，可堪生死，可补吉凶。我恐非凡人。方仲妙竟是个半仙。妙妙，我们走吧，侯爷他们该等急了。好你个方仲妙，你有这样大的本事，我们余家恐怕是不能留你。一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。是，夫人。本想通过心声拿捏方仲妙，谁知他的本事这样大，看来只能谋财害命。我这婆婆的面相也真是绝品。那是当然，我夫君是宁远侯，儿子是中永侯，一门双侯，我乃天生的富贵命。看他的命宫，
生来不得父母疼爱，不得兄弟姐妹喜欢，不得丈夫敬慕，不得晚辈孝顺，外表风光，实则却是一地鸡毛。你这个小妮子，竟敢对婆母说这样的话！母亲，您怎么了？没事。好。可她的子女宫却十分饱满，既然儿子已经死了，我这婆婆的子女宫该是暗沉无光才对。原来我那夫君钟永侯于汉竟还活着。我的腰！母亲，您怎么了？您身体没事吧？死丫头，快继续说我儿子在哪儿！我只是想见汉儿，心中绞痛。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，要是知道于汉的生辰八字，我就能算出他的下落。但他回来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什么？一山不容二虎，我的道场只能有我一尊真神。哼，好你个毒妇！丈夫流落在外，竟然还盼着他别回来。可我还得靠他找汉儿，得设法套出他的心声才行。妙妙，妙妙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我儿在哪儿？值得信任的中仆，终于找到了。中仆？这个小丫鬟，命里忠心于我，是我的中仆。小姐，还以为小姐再也不理我了，原来小姐一直知道我的忠心。既然被他找到了帮手，这个贱奴必须死。好你个奴才，不在宴席上伺候，竟然跑到花园里来偷懒！来人，拖下去乱棍打死！是。且慢，方仲妙，终于拿捏到你的软肋了。若你执意为这个丫鬟出头，我便治你个不敬婆母之罪。怎么？妙妙难不成要为了一个贱奴不敬婆母吗？小姐三思啊！大周以孝治天下，忤逆长辈可是大罪啊！是啊，小姐，一个粗使丫鬟而已，不值得小姐垂怜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抓住他！松手！小石头，还手！我果然没有看错，这小石头是个武道巅峰的高手。武道巅峰？母亲，您误会了，他并没有偷懒，是我叫他来的。我这衣袖叫园中的花痴勾出了丝，是得让他帮我换一套礼服。原来如此，是母亲误会了。你随我来吧。是。夫人，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还能怎样？你没听见吗？武道巅峰，连汉儿回来都未必能治得住。先去宴席，等过继了4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奴婢小石头，拜见小姐。快起来，不必多礼。我要你告诉我，我究竟是谁。小姐是已故大周国师方臣子之女，3年前嫁给了钟永侯于汉。当时先帝驾崩，蛮夷入侵，钟永侯还没来得及圆房，也上了战场，直到3个月前战死沙场了。怪不得婆母急着过继4子。你说我是大周国师之女？但世人都说老爷子是国贼，是神棍，只会哄骗先帝，还说老爷是先帝的鸾宠，多年来享尽先帝1等1的赏赐。先帝死前还把自己私库都送给小姐当嫁妆，所以小姐富可敌国。不仅这府邸是小姐出资盖的，就连这府里的上下人等，全靠小姐养活。哼，原来我才是这府里的财神爷。我死了，宁远侯府就能发一笔泼天的横财。想谋我的财，害我的命，那便与我斗一斗法。
我那儿媳方氏中邪了，族长莫怪。哎呀，大喜之日，莫要说些神神鬼鬼的话。等他来了，侯爷就明白了。只要让他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，他的钱和命就都能落在我手里。这么多孩子，可真热闹。刚才是方氏的声音，可他明明没有开口啊！难道我们听到的是他的心声？让我找找内定的四子在哪呢？何人要伤我们家小姐？好啊！哎呀，别闹！什么场合？胡闹！这是谁家的孩子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场合吗？族长恕罪，犬子顽劣，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他。这孩子命里满是煞气，很快便要闯出大祸。今天这宴会若是想顺利进行，最好把他撵走。果真中邪不轻。罢了罢了，方氏，你快入座吧。这是白虎位，对面假山，坚实如慧，正冲我眼，大凶。弟妹，能否劳烦你挪下位置？那不是有位置吗？凭什么让我挪？都说方氏我行我素，蛮横无理，果然如此。可怜汉儿竟娶了这样的妻子。时辰已到，把孩子们都叫上来吧。族长，孩子们都到了。小子于问清，拜见侯爷夫人，拜见族长。好孩子，快起来。这孩子不错，落落大方，口齿也伶俐。好，快记上，这是重点人选。好的，侯爷，记下了。方仲妙，你是中永侯正妻又如何？我的青儿才是中永侯唯一血脉，等青儿当上四子，你那些家产都是我们的。有趣，公公婆婆内定的四子，竟是个外室生的野种。你，侯爷息怒，没人信他的疯话。青儿是汉儿亲生，做四子天经地义。更妙的是，这孩子的生父竟然是于虎啊！什么？这孩子命宫有一道血气与于虎相连，必是于虎的儿子。于家也真是奇怪，放着于虎的嫡子不立，偏要认个外室生的私生子做四子。好你个于成旺！来人，给我查！我于家的血脉岂能玷污？族长，青儿不是。族长，这贱人妖言惑众，您不能信呐。这外室可真不简单，典型的桃花煞面相，夫妻宫两条姻缘线，一明一暗，表面上有一夫，背地里还和别的男人私定终身。江氏，你可有2份婚书啊？荒唐！婚书我只让江氏跟汉儿签了，何来2份婚书？族长，侯爷，江氏的为人我清清楚楚，方氏分明是在污蔑。给我查，去江氏的宅院给我搜。是。这2条姻缘线纠缠在一起，看来2个男人血脉相连，恐怕是兄弟。原来如此，这2条姻缘线，一条属于于我，一条属于我的丈夫于汉，兄弟共妻，这样的丑事，别立私生子做四子更有趣。婆母竟然还要大费周章的把这孩子弄回府中当四子，把庶子的儿子当做于汉的独苗，真是一片苦心啊！不可能，青儿怎么会是于虎那野种的孩子？一派胡言！族长，我苗氏以性命担保，江氏绝不会与。找到了。找到什么？江氏家里果真有2份婚书。什么？一个于汉，一个于虎，兄弟共妻。方氏说的竟然是真的。
你在我眼皮子底下跟别人私定终身？江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和我夫君生这野种，却偏说是大哥的儿子，骗我公婆，想让他继承爵位，你欺君罔上，罪该万死！王氏，你有什么怨气，后院再说。我什么后院？就在这说。我是于虎的正妻，我儿子才是二房嫡子，要选4子，也该轮到我儿。还有你，江雨柔，一女三夫，世上怎会有你等淫贱之人？咱家大哥真是个绿毛龟，给叔弟白养了5年儿子。住嘴！竟敢羞辱我儿子，我拔了你的舌头！滚开！我的眼睛！我打中了！夫人，夫人，我的眼睛！快送夫人回屋！我早说过，这个位置大凶。娘，我打中了！竟是这孽障打了夫人的眼睛！这孩子命里满是煞气，很快便要闯出大祸。全被方氏说中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宴会到此结束，4子之事日后再议。诸位，都请回吧。各位留步，这4子人选未定，还请诸位留下做个见证。于翰没死，此事只有我知晓。什么？汉儿没死？若我不在此时立下4子，牢牢把控胡府，将来于翰若是回来，我拿什么绝他后路？挑选4子事关全族大事，夫人绝不能插手。来人，把少夫人请回内宅。是。小姐的牺牲太无视了，这样大声密谋，如何能成事？小石头在。他们既然听不懂人话，那就让他们见识见识。好嘞，小姐。武道巅峰，方氏身边竟有这等高手。哼，那现在诸位可以留下了吗？武道巅峰又如何？即便你今日选出4子，我们于氏全族也绝不会认。族长稍安勿躁，我若没记错，于氏的爵位是世袭帝将，再过1代，侯府就会变成伯府，3代之后，于氏宗族将会成为普通人家。哼，是又如何？你一个妇人，还能让于家世袭罔替不成？若我说我能呢？你说什么？我不仅能让于氏子子孙孙都是世袭罔替，我还能拿回已故忠永侯的爵位，让于氏子子孙孙都是一门双侯。这样，这4子的人选，我有没有资格决定？当真一派胡言！大周国立国100年，从未有一门双侯世袭罔替之事，算什么东西？能替朝廷做如此决断？我的本事和路数，自然不会告诉你们。半月之后，结果自会明了。看来是时候去寻一寻我爹留下的人脉了。人脉？我想起来了，国师方臣子似乎救过9000岁的命。9000岁？可是如今4里间秉笔太监，控制军政大权，连皇帝的奏折都能代为批复的9000岁，奇凶！参见9000岁。正是，官员升迁，爵位更替，哪一样不经过9000岁的手？方氏若能说动9000岁，一门双侯并非空谈。可汉儿，侯爷莫要执着了。凭方氏的手段，汉儿即便活着，也注定是于家的弃子。若你真能为于家拿回2个爵位，4子之事，任你挑选。一言为定。他在干什么呀？连话都不问。
如何选4子？这孩子命宫才气逼人，文曲星高照，将来定是治世安邦之才。这孩子血气旺盛，骨骼清奇，天生的武将胚子，来日征战沙场，有安邦定国之理。你们2位过来。小子于苍兰见过少夫人。于江川见过少夫人。很好，你们2位就是我于家的4子。方氏，挑选4子事关重大，你问都不问，我们凭什么信你？那我就问了，苍兰，你看一眼这折扇上面写了什么？你能否背诵？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过目不忘，这是神童啊！江川，你去把外面那块石头搬进来。如此怪力，是天生的将才。好，于家这一辈竟出了2个麒麟儿。日后，苍兰承袭宁远侯，江川承袭忠勇侯，于氏宗族兴盛有望啊！竟真被他选出2个麒麟儿，我的汉儿当真成了于家继子。青儿，你也过来，我有话问你。少夫人饶命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不关青儿的事，她还只是个孩子。奸妇，差点把你忘了，一女失二夫，还妄图窃取爵位，这乱我于氏血脉。少夫人，我愿意代替我儿去死，只求少夫人敢放了我可怜的青儿吧。少夫人，爱子如命，看来江氏还不是无药可救。我可以放你们母子离开。妇人之仁，方氏，你是于家的人，与侯府荣辱与共。今日若不处置这贱妇，日后汉儿与江氏之事传扬出去，你这个正妻啊，也颜面尽失。我的公婆算计我，欲将奸生子过继到我膝下的事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就不丢颜面了吗？你先起来。我知你从前也是官家女子，家中遭难才流落风尘，日后你便在我院中教导孩子，你与你的亲子也不必分离了。多谢少夫人，多谢少夫人。你不必感激我，我这里不养闲人，你若是做不好，照样将你辞退。是，玉柔记住了。女人也是人，便是风尘女，也该如男人那般有尊严、有人格的活着。阴阳圆融，乾坤并立，才是万法之极。贱妇，架空我儿的爵位，还要我儿衣袖外面，方氏，我要你死！外夫人，莫要气坏了身子。等2个爵位拿到手，再把汉儿找回来，我定亲自要了他的命。这伤像什么？像一条蛇。不是蛇，是蛟。蛟？这伤口吸附在我的夫妻宫上，正不断破开我的气运和血脉。我的夫君想要化蛟成龙，而我正成为他的养分。于汉若不死，便是我死。小姐您放心，我一定帮您杀了于汉。不必，你好好陪着我便是。于汉乃是天命之人，若让小石头出手，必会遭天命反噬。凡人杀不了蛟龙，
能杀龙的只能是另一条龙。对了，我记得于氏族长说过，我爹对当朝9000岁有过救命之恩。这9000岁是何人？9000岁名唤齐修，是司礼监秉笔太监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他执掌6部，把持着皇城禁卫和军政大权。当年齐家满门抄斩，是老爷求情，保了他和哥哥一家的命。好，明日你替我去一趟齐府，邀齐修明日4时在清风楼与我见面。是。齐修是大周7运最盛之人，要杀掉于汉，他是最佳人选。正巧侯府的爵位还要靠他谋取，一切成败就在明日。陛下，户部尚书的人选，您可有选定了？臣给您的名单，陛下意下如何？不好，朕觉得不好。齐修啊，朕要你重写，把李妃弟弟的名字写上。陛下，这可怎么行啊？就这么写，就这么写。陛下，恕臣直言，李妃的弟弟纨绔不堪，若是让他执掌户，恐会克扣军饷，误国误民。放肆！阿修，你若是乖乖听话，朕便把你那侄儿接回临安，让你们叔侄团聚。你若不听话，朕也可以把你侄儿的尸体接回来，好生安葬。是，臣这就去李家宣旨。去吧，记得旁人若是问起，你便说户部尚书是你选定的。9000岁，方臣子的女儿方仲妙，请您到清风楼一叙。方臣子，你曾许先帝大周再昌盛200年，如今看来，怕是连10年都撑不住。你果然是个欺世盗名的神棍。你便是齐修？怎么，几年未见，不认得我了？这人子女宫里有一条青色细线，命中注定有一子。可他是太监，太监如何生子？难道他是假太监？糟了，他们也能听见小姐的心声。假扮太监可是抄家灭族的死罪啊！这么多大内高手，我便是拼了性命也救不下小姐。9000岁这是何意啊？你来晚了，我不喜迟到之人。9000岁，您对救命恩人的女儿也要这般不留情面吗？此人气血满溢，阳火旺盛，深宫寂寞，他那物件怎么能藏得住啊？哎呀，9000岁，这是怎么了？快擦擦！哼，有趣，很久没遇见我一见面就想杀的人。我记住你了，方仲妙。他总盯着我做什么？此人头生龙角，命宫高悬地心，果然是蛟蛇化龙的命格。倒是会拍马屁，但他龙角上有黑气缠绕，
华龙命格被死死压制，看着黑气也是龙形，压制其修的竟是皇帝。他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此次前来，一是感谢9000岁近年来对我的照顾，二呢，是为了宁远侯府承袭爵位之事。这清风楼的松仁枣泥糕不错，众庙应该尝一尝。顾左右而言他，齐修果真是皇帝的傀儡，侯府爵位的事他办不成，我得需要面见皇帝。看来得想办法让齐修替我效力才行。好狂的丫头，想让我替她效力？小姐，你快住脑吧，把齐修所有的秘密都捅出来，我们也会被他捅死的。但齐修周身紫光煌煌，分明是蛟龙之子，怎会任皇帝驱使？莫非他有什么把柄在皇帝手里？他财帛宫里藏着一丝清气，应是亲族未绝，还留下一个侄儿。看他面相，这侄儿应是他的命根子，可惜清气被煞气缠绕，看来那孩子如今落在皇帝手中，这便是齐修唯一的软肋。世人都说您权倾朝野，无所不能，在我看来，您或许也有难解的心头烦恼。哦，我能有什么心事？若我能帮9000岁解开心头之忧，不知9000岁是否也愿意帮我一把？爵位之事，我可以给你指条明路，请9000岁明示。但你拿什么回报我呢？若我能帮9000岁找回那位侄儿，算不算一份天大的回报？有意思，一个弱女子竟敢与我讨价还价。事成之后再谈回报，明路我可以先指给你。3年前蛮夷入侵，陛下匆忙迁都临安，这途中财物折损的甚多，如今皇宫只建了一半，这缺的就是银子。您的意思是，若想保住侯府爵位，就得替皇宫筹银子？那银子还差多少？4000万两。多谢9000岁提点，若我筹齐银两，不知可否在朝堂之上亲手交于陛下？4000万两足够敲开金銮殿的大门，到时我会亲自为你安排。4000万两才买一次面圣，依我看，4000万两足够买皇帝的项上人头。小姐，想法很好，但能不能先别想了？我怕你的项上人头先保不住。众庙啊，果真是人如其名。来，陪我喝2杯。不能再喝了，你在我眼里已经有3个脑袋6条手臂了。我该替他那侄儿的事，没有筹码，他怎么会帮我对付于寒？哼，先想着杀皇帝，又惦记着杀丈夫，难不成这方臣子当年从地府把阎王偷来养大了？9千岁，我知道皇帝把你的侄儿藏在何处。哦，此等绝密，你如何得知？9千岁或许不信，当年先帝驾崩，给我和父亲留了一堆暗卫。暗卫？哪有什么暗卫？我的眼睛就是最顶尖的情报网，这底牌岂能掀开让你看？小骗子，差点被你唬住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我的侄儿在哪儿？想见你侄儿，需要给我一样东西。完了，小姐又要哭了。你想要什么？你的精血。
这样可满意？既然已经有了你的精血，我的暗卫自会把你心心念念的人找回来。9000岁，等我好消息吧。好，那我便等着你的暗卫。方舟庙，我便信你一回，等你找回我侄儿，再杀你也不迟。9000岁留步，我家车夫今日告假，不知9000岁可否捎我一程？没听说过。那不是9000岁的马车吗？宁远侯府的人什么时候搭上9000岁了？9000岁，借你权势一用。什么？多谢9000岁。谁说那钟永侯死了，侯夫人就没依靠了？你看人家现在靠山大着呢。好你个方舟庙，竟敢借我之事狐假虎威，看我不拆穿你的算计！9000岁放心，陛下所托之事我定会办好。连皇帝都搬出来为你撑腰，好，你好得很。方才摸到他的麒麟骨，没想到齐修竟是个宗师级高手。齐修，既然皇帝要用锁链捆绑你，剥你龙鳞，断你龙角，我偏要出你枷锁，还你龙珠，叫你腾云驾雾。我们不做别人的棋子，也要下一盘自己的大棋。那本座就陪你玩玩。夫人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即便钟永侯不在，你还有我。这么配合我，9000岁也太垂青他们家了。好啊，做戏做全套，本座倒要看看你下的多大一盘棋。小姐，我们真的要帮皇上筹4000万两白银吗？您明知道他贪得无厌，这一开口，今后他只会更加变本加厉，不断讹诈我们。这银子我们必须给，而且还要大大方方昭告天下。为什么？嘘，小姐决定保密的事，居然就听不见心声了。小姐可真是神仙。小石头，到。我已推算出齐修侄儿所在，今晚你走一趟齐府，将地点送给9000岁。是，小姐。时候不早了，今日便在方仲庙，还我儿命来！母亲，您怎么来了？您有什么吩咐一声就是，何必带着重伤亲自跑这一趟？你连探病都不愿，现在装什么孝顺？我这眼睛再不治便要瞎了！你给我3万两黄金，我要买复生丸治眼睛。把银子给你，不如扔河里听个响呢。母亲，不是我不想给，是陛下命我筹银修建行宫，实在是拿不出多余的钱了。少装算了，除了那4000万两白银，你肯定还能挤出3万两黄金。我是你婆母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？母亲误会了，4000万两尚且难凑，哪还有余银救急啊？我有，但我宁愿给路边的乞丐也不给你，你能奈我何？你，我就知道你有，快拿出来，不然我就让全临安城都知道，你对婆母见死不救，大不孝。母亲，儿媳当真拿不出？这皇上逼我，9000岁逼我，现在连你也想逼死我吗？你不过是变成了瞎子，而我被你惹得如此不开心，母亲，你太过分了。虽然小姐的心声总被不该听的人听去，不过这老钱婆都快被小姐气疯了。方氏，若没有余家这些年的庇佑，你一个孤女早就被人吃的骨头都不剩。3年平安换3万两黄金，不算贵吧？这3年的平安是我用嫁妆买的，若是没有我的人脉和钱财，于汉早做不成大将军。我根本不欠你们余家的，谁施恩，谁受贿，你连这都分不清吗？还敢来我这里讨钱，我
我只当你是狗叫呢。夫人，怎么样？跟我斗，我气死你！母亲，你怎么了？快去叫溥仪！是。你屡次加害于我从未与你计较。如今你高热不退，不出明日，你另一只眼也会瞎。侯府很快就会迎来一个又瞎又傻的主母。母亲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母亲，我去库房看看还有没有补药，给母亲拿来。苗儿，别走！求求你，救救娘！苗儿，娘不敢对你下手。天这么黑了，苗儿！怎么样？侯爷节哀，夫人的眼睛恐怕是救不回来了。2只眼睛都瞎了。那他这神智……热毒攻心，夫人已经吃上，也恐怕再难恢复正常了。怎会这样？苗，汉儿生死不明，夫人眼盲痴傻，我宁愿侯府真要沦落到妖妇手里了。不行，我绝不会让一个后宅女子鸠占鹊巢，一定有高人能降了这妖妇。谁？哪来的贼子？报上名来！是我。原来是9000岁啊！谁家好人还夜闯闺房，懂不懂礼数？夫人，请随我走一趟。关阳我侄儿的村子里布了阵法，我带的人全都迷失其中。若是消息走漏，我侄儿就危险。这便是皇帝布置的奇门遁甲大阵。你父亲是国师，你也学过阵法吧？等等，先别过去，我好像闻到了毒虫的气味。毒虫？我爹教过我，山中毒物100米之内必有解药，就在……找到了。7叶一枝花，9000岁可将这花捣成汁水，涂满全身，1寸皮肤都不能落下。全身？那我岂不是要脱光了？你脱了我不看就是了。他难道不懂男女大法吗？9000岁这副皮囊看着还不错嘛。换你了。你不许偷看。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你是君子吗？我不是。想不到9000岁也会开如此幼稚的玩笑。自齐家灭门，兄嫂惨死，侄儿失踪之后，这种轻松的心情似乎再也没有过。我也好了，得仔细看看齐修财帛宫那条青线有没有断掉。若是断掉或者变浅，他侄儿就危险了。和方舟庙在一起，我的戒心居然松懈了很多，是因为能听见他的心声吗？还好，青线还在，他侄儿平安无事。9000岁头发上长了枯叶，我已经帮你拂去了，我们走吧。好。
牵紧我。什么？林中雾气太浓，只有牵着手，才不会走散。这人还挺有眼力见的，是个趁手的。趁手？我堂堂9000岁，在他方仲庙眼里，竟只是个保命的工具。方才我带来100多人，可进入阵中之后，不管怎么走，都在原地打转，没多久就全都走散了。我怀疑是阵法作祟。这是斗转星移大阵，不懂半点道法，却能从这大阵里平安脱身找我求助。齐修果然是天命所中。我爹曾经教过我皮毛，但这阵实在太大，要怎么走出去，还是得看造化。这个阵连你都破不了吗？笑话，这世上就没有我破不开的阵，但怎能让你知道我还藏着这等本事？是吗？我已经知道了。男人生性狂妄，而我只是一个心思浅薄的弱女子罢了。有了这层保护色，我才好接近你。表面当你敛财的工具，背地里暗暗引叫你为我做事。小骗子，竟然还藏了好几副面孔。这是修生伤动静死经开8门。什么？我爹曾经教过我，只有生门开始，入阵之人方能平安离开。那生门何时？就是现在，就是现在，就说嘛，还没有我破不开的阵法。平日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，没想到一只小虫子竟能把你吓成这样。我才不是怕看到虫子，我只是被月光迷住了。他不狂的手还挺可爱的。老实待着。这么多杀手，竟然无人能在他手下撑过一招。9000岁果然名不虚传。师兄，住手！大嫂，你不是死了吗？齐修，你终究还是来了。大嫂没死，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为何要伪造尸体欺骗我？陛下灭了齐氏满门，你要为全族报仇，我理解。但你不能带上我和渊儿，我不想让我的儿子过朝不保夕的日子，更不愿意让别的孩子笑话他有个当太监的叔叔。所以你就自愿囚禁于此，让我在宫里受皇帝的胁迫。齐修，你挟权弄势，残害忠良，你是我齐家的罪人。所以你就可以剥夺你儿子的自由，将他禁锢在这永世隔绝的地方吗？这声音，子女宫一片黑气，青色细线忽深忽浅，欲断还续。看来你儿子已现离魂之症，日渐木能，无悲无喜，形同木偶。你所谓的母爱是捆仙绳，将他束缚成行尸走肉。你用最恶毒的语言刺伤齐修，不过是在泄愤。是你害了自己的亲子，是你无能。你嫂子怎么了？中毒了吗？她确实中毒了。方仲庙之罪比断肠散还毒。齐修，这位是弟妹。在下方辰子之女方仲庙，见过夫人。你是那个老神棍的女儿。容我提醒一句，当初齐家被灭族，是我爹冒着抄家灭族的风险救下了齐修与您一家3口。若夫人还有礼节，当称我爹一声恩公才是。原来是恩公之女。
说我之前失礼了。哼，你们究竟是怎么穿过大阵的？全凭造化。穿过算什么？我走之前，必要让此阵天塌地陷，不复存在。带我去见渊儿。有趣，这几人父母宫气机残破，皆是孤儿，最适合培养成死士。只是他们奴仆宫里的金色气机断了，他们本该是皇帝最忠诚的鹰犬，却生了反叛之心。当初我说手上有先帝的暗卫，不如趁此机会收服这些死士，让谎言成真。只是这些死士人数众多，又是1等1的高手，要收服他们绝非易事。我兄弟200余人，既已决定叛出皇家，就绝不会再受任何人掌控。但若我能帮他们解毒，想必他们会很愿意为我效忠。中毒一事，他怎么会知道？这些暗卫印堂发黑，命宫里裂痕交错，是中毒至深，命不久矣之兆。太阳穴两侧血管青黑，迁移宫几经破碎，毒素已侵入大脑，毒发时必会头痛欲裂，癫狂失智。怎么可能？连我这个御医世家都查不出的隐毒，他竟凭面相一眼识破。这世上有能力帮忙解毒的人，只我一人。兄弟们有救了！走吧，先去见你的侄儿齐渊。风姑娘，稍安勿躁。是，要见齐渊，我带你们去。患有离魂症的幼童，最怕受惊。齐修竟如此细致体贴，将来必是个好父亲。与其说齐渊托付给齐夫人，不如交给齐修更让人放心。这孩子的气色不对劲啊！渊儿，是娘亲啊，娘亲来看你了。渊儿，渊儿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他1岁能背诗，3岁能赋诗，怎么现在连自己的亲娘亲叔叔都不认得了？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我不过是想让他远离灭门之恨，在世外桃源里平安长大。我错了吗？这算什么世外桃源？世外桃源就是满山毒虫和遍地杀手啊！就算是毒虫和杀手，也比跟在这个太监身边被人叫做小太监来得好。跟着我，渊儿至少能吃饱穿暖，有人陪他读书玩耍。可你让他与世隔绝，连做人的情感都被剥夺，这就是你要的平安吗？你害了渊儿，你才是齐家的罪人。我是罪人，我的渊儿，真的是娘亲错了吗？齐夫人或许不是个称职的母亲，但毁了齐渊的，恐怕不是她。什么？这个孩子双瞳浑浊，面色潮红，呼吸急促，这样的症状不像是单纯的抑郁离魂，而是曾遭遇极度恐惧，被吓丢了魂。不可能！自从夫君死后，渊儿一直在我身边，寸步不离，怎么可能被吓丢了魂？听闻国师略懂一些医术，你记得其真传，可否替我侄儿诊脉？正有此意。齐渊，我能帮你把一把脉吗？渊儿，你去哪儿？想要找到他的病因，必须知道他内心最深的恐惧。渊儿，别怕，姐姐帮你看看。
原来如此，亲眼见到如此骇人场面，难怪齐渊会下失魂。这孩子亲眼目睹父亲惨死，巨大的恐惧让他活在噩梦里。我看见了。渊儿，渊儿，你终于肯说话了。你看见了？看见什么了？渊儿，告诉娘，你看见了什么？爹爹，血抹在我脸上。那日，你有看到杀害你父亲的凶手是谁吗？凶手为何没有杀渊儿？他没有杀死齐渊，却把齐渊吓得离魂，只能说明他对齐渊做了更可怕的恶行。都怪我只想着让渊儿远离是非，逃得这深山老林，结果他早已被人害了，我还不自知，我该死，我不配做母亲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当务之急是找到害渊儿的凶手。齐渊，你可还记得那个想害你的人长什么样子吗？一个无脸人。无脸人？是蒙面人吗？他没有五官。怎么可能？世上怎会有没有五官的脸？你刚刚说他把血涂在你脸上，是哪里来的血？爹爹，心脏，我怕。哭吧，好孩子，都过去了。你很勇敢。原来如此，至亲之人饱含恐惧和仇恨的心头血，是世上最肮脏的血物，用它可以施展一切邪法，包括换脸和换命。没事了。换脸换命，难怪渊儿会被吓得离魂。待我找到凶手，必将他剥皮抽筋，用他的心头血祭奠兄长。全都说得通了，难怪这里的风水是镇压大奸大恶之人的龙象镇狱。想来是无脸人用齐渊父亲的心头血，把自己大奸大恶的命格换到齐渊身上，又用邪法掩盖了他的面相。你们谁有尸草枝？我有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这些东西我都随身带着。尸草即天地灵气，用它涂抹面部，可洗掉一切邪法。果然是破面，这种大奸大恶的面相，绝不可能出现在6岁孩童脸上，是有人偷换了他的命。是谁如此歹毒，就连6岁孩童都不放过？不好，破面现世，必遭天诛。此前有邪法掩饰遮蔽天机，如今邪法已破，老天爷绝不容破面之人。方姑娘，你是神仙转世，求求你救救月儿！方仲苗，你若是能救得了渊儿，我齐修今日在此立誓，若是日后你有所托请，我必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我本不想显露忘气之术，但齐渊是无辜的，该受天诛的另有其人。如此阴邪的手段，不管幕后黑手是谁，我定会让他生死道消，魂飞魄散。9000岁严重了，齐渊的情况恐怕不是简单的离魂之术。父亲曾教我忘气之术，从他的面相上来看，齐渊是被人用邪术偷换了命格。方姑娘，这些我们都知道了，但这邪术该如何破解？你们都知道了？你们怎么会知道？难道他也能听到我的心声？当然是你的心。怎么回事？
听见方姑娘心声一事，怎么无法言说？月儿性情大变，大嫂早有怀疑，刚才所说的换命一事，恰好验证了她的猜测罢了。哦，是吗？齐渊被换为破面，一旦现世必遭天诛。当务之急，我们只有尽快离开这里，找到千年雷击木，方能续命。来不及了，我们快走！生门已经开了，你们也跟我走。破面之人是此处的阵眼，一旦我们离开，此处怕会天塌地陷，不复存在。是，保护方姑娘。走吧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大哥，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大哥，今日满月，我的毒药发作了，你们快走，别问了我，误了齐渊的性命。齐夫人，你是御医世家，身上是否带有银针？带着，借我一用。我记得好像是刺入他颅顶百会穴。方姑娘，此毒连齐夫人钻研3年都束手无策，您不必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我只求您出去后为我的兄弟们解毒，他们忠肝义胆，定会誓死效忠您。少废话，我想救的人，阎王爷绝不敢生。大哥，好了，大哥，好了，全好了。齐夫人，方姑娘真是神仙转世，妙手回春。兄弟们，都过来拜见新主子。安陵今日誓死效忠方姑娘。吾等见过主上，愿为主上尽忠。方仲妙啊，方仲妙，我看你才是天选之人，竟不费吹灰之力就捡了这么一只死士，谁人有你这样的运气？都起来吧。安陵，你们现在兵分2路，一路保护我和齐渊，另外一路留在这里破了这斗转星移大阵。此阵以树为阵眼，只需将生门处的树用毒药毒死，阵法自然崩溃。如果布阵之人与害齐渊之人是同一个，邪术被破，他必遭天谴反噬。是，兄弟们，随我去毁阵。我好像还没告诉他们破阵之法。不好了，方姑娘，月儿晕倒了。然而，闪电越来越密集了，我们得快走。老天爷呀，你当真不给我的月儿一点活路吧？老天爷不给，我给。雨打任你打，雷劈任你劈。我方仲妙若是低一下头，算我输。乾卦，往南走。陛下，快叫太医！不用了。怎么回事？斗转星移大阵竟被破了，难道是齐修？他那侄儿被换为破面，一旦出阵必遭天诛，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唯一的亲人一点点咽气。去，把齐修叫来见朕。朕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这奴才生不如死、跪地求饶的表情了。小姐，您可算回来了。小姐，您怎么……小石头，去我爹的遗物里找一块千年雷击木，快！是。命宫死气缠绕，若无千年雷击木续命，4个时辰内必死无疑。诀卦，命诀、气诀、元诀、运诀，有此卦象者，不容于世。我的冤啊！
是绝望。老天爷，你眼盲心瞎，当真不给这孩子一点活路吗？老天不给，我给，我损耗1年修为，也要替他逆转卦象。这是烽火鼎，大难之后仍有生机，此卦大吉。祈愿有我在你身边，定叫你改天换命，扭转乾坤。小姐，找到了，您看是不是这个？好浓的雷霆之威，果真是千年雷击木。渊儿，渊儿，高热退了，渊儿得救了。这女人该狂的时候反倒不狂了。方姑娘，从今以后您就是我的主子，我这条命都是您的。若有吩咐，哪怕要我去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小姐，皇天在上，后土为鉴，弟子方辰子以本命为引，恳请上界道祖降临，附身小女，助大周延续国祚200年。小姐，您怎么样了？小姐，无妨，让我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。是。昨晚为祈愿逆天改命，我的记忆终于恢复了。我本是上界道门最强弟子，被方辰子以秘法强请下界，借体于他女儿身上，只为助大周延续国祚。可天道命数不容逆转，我的记忆被抹去，我的心声被洞悉。大周灭亡不容逆转，为修正国运，天道赋予了2种人多心的能力，一种是能影响我命数之人，另一种是能影响大周国运之人。老天爷，你以为让他们听到我的心声就能阻止我吗？我告诉你，大错特错！无论你设置多少磨难，我都能一一化解。救祈渊就是我化解磨难的开端，只要有我在，大周国祚绝不会断绝。大家都来看呐！宁远侯府欠债不还，欺压百姓，不给我们回春堂活路啊！这便是汤掌柜，此人命宫里有古怪。汤掌柜，这是何意啊？哎呦，少夫人，您欠我回春堂2万两黄金，唐某亲自去讨债，却被你府上的丫鬟拒之门外，这就是你们侯府的待客之道吗？哎呦，你不知道，哎呦，可不是。今日若还钱，明日皇上便能以巨贪之名抄家了。可若是不还，贾丞相日后必将处处刁难。看来我侯府的家财，皇上和贾丞相是势在必得了。少夫人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我回春堂可是贾丞相的产业，出钱还是出铺子，今日您必须给个准话。若是执意不还，汤某便只能请丞相亲自登门去讨了。听闻少夫人近日为陛下筹银修建行宫，周转困难，若是想减免一些债务，
不如随我去假丞相府中亲自上坛，只要能把丞相伺候舒服，什么好处求不来呢？啊？汤掌柜，这铺子我可以给你。少夫人此话当真？不过在我交铺子之前，我倒是想要看看你那复生丸长什么样。我想要瞧瞧那价值2万两黄金的药。这有何难？来人啊，把复生丸拿来，让少夫人开开眼。这是人骨瓶。果然如此，他命宫中的国运，并非大周的金融，而是黑雾凝聚成的吼。此人竟是蛮夷安插在大周的细祖。这药品以人骨制成，附着大周子民的冤魂，而他的财帛宫破碎不堪，显然残害了我大周无数百姓。若想延续国祚，首要之事就是斩妖除魔。汤掌柜，你手下的细作有一个算一个，今日都别想活。少夫人，看得怎么样？是否可以把铺子转让给我了？我乃修道之人，不可随意杀人，但只要激怒他，让他先对我起杀心，我便能无所顾忌，肆意还妻。虎骨粉3000，血参6000，血灵芝半朵，还有犀角粉3000，10年生的幽檀仙葩1朵。汤掌柜，你这回春堂复生丸配方，我说的可对？复生丸配方乃是绝密，你如何得知？这医术我也略懂1二，你这配方我一嗅便知。抱歉了，汤掌柜，我反悔了。铺子我不卖了，你这药方我要是卖给其他人，想必不少药铺都愿意出这2万两黄金买吧。你放心，我绝不赖账。你给我站住！汤掌柜，你也知道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，你来夺我铺子时，没想到我也会断了你的财路吧？有本事现在就在这里杀了你敢吗？汤掌柜，你要摆清楚自己的位置，既然是条走狗，就别妄想骑在别人头上。奸夫！奸夫！周命令，追杀方仲庙，毁我回春堂的财路！我要把他卖到最脏的窑子里做人质！引蛇出洞，才能一网打尽。他在那儿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自然是不放心你，路过而已。路过的正好，有9000岁给我当肉盾，想必那些细作不敢奉剑伤我。这大周也就只有你方仲庙敢拿9000岁当肉盾。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去长公主的胭脂铺。他手握镇南军虎符，这些杀手不敢造次。你先去那里躲一躲，稍后我调皇城卫过来接应。不，线下这种时候我谁都不信，我只信我自己。虚卦9时征集，去往文成大儒聚居之所，必有生机。去崇明街，文人最常去的清风楼。好，我护你去。9000岁，哎呦，可找着您了，皇上等您回宫呢。你是说陛下召我回宫？陛下有诏，请您速速入宫。
照顾好夫人和少爷。3年前，皇帝在我大哥陵寝召我入宫，害得渊儿成了如今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。如今故技重施，又想来害方仲庙。七兄，住手！七兄，我知你心中有怒，但如今不是鱼死网破的事情。你是我安插在皇帝身边最锋利的一把刀，也是唯一见过我真正实力的人。只要你甘心为我所用，我定会把你的仇家送进18层地狱。我问你，你可知道残害渊儿的凶手是如何取得我哥的心头血的？他亲眼看着凶手把我哥的心脏剖出来，碾碎做成血泥，涂在他的脸上。方仲庙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若你能将幕后真凶碎尸万段，我不但给你当刀，我还给你当狗。9000岁放心，太寡保证万无一失。走走走，李兄，喝酒去。咱们可是有日子没去这清风楼了啊！是是他。那位白衣文士是谁？那是大周文人之首史家的嫡长孙史正清。这位史大人正是当朝状元，只因刚正不阿，不愿结党营私，不得皇上重用，整天在楼里饮酒作乐。原来如此，这位史正清命宫紫气缭绕，福禄双全，财帛官禄父母奴仆各宫皆有祥瑞，这等气运比貔貅还好用。皇帝急召，你快走吧。用完就丢，方仲庙，不愧是你。我们走吧。掌柜的，怎么办？先是9000岁，又是史正清，这些人我们可都惹不起啊！奸妇竟如此难杀，集结所有兄弟，我们去宁远侯府，动不了方仲庙，我就灭了他于氏满门。请，阁下便是史正清，史大人。你是哪位？哟，这不是老神棍方臣子之女钟永侯于汉的遗孀方仲庙吗？一个寡妇不在家守节，跑来清风楼做什么？该不会是耐不住寂寞来找男人消遣？哦，原来是国贼的女儿。国贼？方臣子哄骗先帝，祸乱朝纲，使我大周山河破碎，自然是国贼了。爸，你一个富大人家哪里会懂这些？强儿，将这女人轰出去！我爹拼死也要为大周延续国祚。史正清，你和这些无能鼠辈，一不愿上阵杀敌，二不愿入室改变朝局，整日饮酒作乐，苟且偷生。我看你们才是国贼。你说什么？史大人怎么了？我什么都没有说啊。刚才的声音难道是他的心上？正清，你他做什么？赶走便是。正清，来下棋吧。今日的彩头可是华圣的山居图啊。不如小赌一把，大家都来压住，怎么样？哎，赌棋吗？我也来压一注。赌棋吗？我也来压一注。此卦名为元神休困，史正清必输。我压史大人输。正清，你听听，他压你输。你可知正清的棋术是什么段位啊？我不用知道他是什么段位，我只知道此局他必输无疑。史大人，你若输了，我不要你的银子，只求答应我一个请求。好，但方夫人，
倘若你输了，我要你将方辰子祸国殃民7个大字做成烫金牌匾，挂在你宁远侯府的大门上。可以。小姐，你可知道史大人人称大周棋圣，自12岁起从无败绩。无妨，说不定今日他正好遇到对手。此人名叫李良才，听说他太想要这副山居图，为此与史大人下了1008回，全败。怎么样？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我说过了，史大人，你必输无疑。我的话就是天命。岂有此！既然你要自取其辱，看好了。下一手，白子当无视黑子的进攻，在2路立。这蠢妇懂不懂观棋不语？罢了，被他点破的棋路，我不屑走。刚刚李良才露了一手破绽，史大人怎么没抓住啊？哎呀，你懂什么？史大人自有高见。哦，黑棋虚张声势，白棋若能弃角守中，方能稳住阵脚。可惜他越是逞强，越会落入黑棋的陷阱。史大人，你输了。方才第39手时，史正清若能如我所言下在2路，如今这第71手便是镇神头，一子解双征，此局必成千古妙手。可惜所谓棋差一步，满盘皆输。怎么可能？第39手时，他就已经算出第71手，这夫人的谋略竟比我更强。是在下输了，良才山居图归你了，承让。既然输了，这怎么能输的呢？愿赌服输，方夫人有何条件，尽管提吧。对呀，真没想到，手段了得呀！去，哎呀，走吧走吧，你这怎么能输？从来没有过的事儿，还是太厉害啊！史大人，方夫人有话直说。史大人为何如此恨我爹呢？若非方辰子妖言惑众，蛊惑先帝，大周怎会如此腐败？我身为大周子民，我不该恨他吗？赵章是我爹选的吗？以我爹的道行，他若真为大周国作，怎会选个无能昏君？此事必定另有隐情。恨他的可不止我一个。权倾朝野的9000岁，镇南军统帅大长公主，全都是你方家的死敌。你是说，你们史家大长公主还有9000岁齐修，都是我爹的仇人？哼，没错。天下的文人、军士还有权臣，哪一个不恨方辰子？就算他救过齐修的命，又如何？若非他拥赵章上位，齐家岂会被满门抄斩？史大人，我知道你想改变朝局，荡平乱世，你并非没有本事，只是不屑。你自视为高洁美玉，不屑与泥沼瓦砾为伍。孤傲是你的优点，但也是你最大的缺点。你的失败皆因一个傲字。刚才那一盘棋，我卜的卦并非元神休困，而是一子定乾坤。史大人，你本来可以赢的，但我利用你的孤傲，轻易就打败了你。哼，
下一手，白子当无视黑子的进攻，在2路里。这蠢妇懂不懂关系不语？罢了，被他点破的棋路，我不屑走。这妖妇竟是故意引我入局。方夫人，你今日来此，就是为了说教石某吗？史大人，你不屑入的局，我方仲妙入。若有一日，我能改变朝局，荡平乱世，还望史大人助我一臂之力，莫要冷眼旁观。狂妄！大周朝廷盘根错节，岂是你一个小小妇人能随意左右的？史大人，我只问你，能否答应？哼，虚无缥缈的承诺而已，应你又何妨？只怕承诺还没兑现，石某就要先收到方夫人葬礼的请帖了。文人之首史家，权臣之首9000岁，都已成为我的助力。终有一日，军事之首的大长公主也会站在我这边，到时候朝廷何愁不清明，国祚何愁不延续？史大人，我们拭目以待。这盘棋下了这么久，那群蛮夷细作可没这么好的耐心，想必已经离开了。出来这么久，也该恢复了。侯府这样安静，实属反常，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那些蛮夷细作趁着我不在，血洗了侯府？主子，主子，蛮夷细作已全部斩杀，姓汤的掌柜抓了活口，你要什么？不必，杀了吧。是。你们做得很好，每人在月银之上加赏5两黄金。今日之后，先帝留给我安危的消息便会传遍临安城，到时候皇帝想动我的钱财，也得掂量掂量。多谢主子。对了，属下还捉了他们，带上来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细作入府时，就是这老匹夫给他们带路。要去您的院中搜库房钥匙，被属下们及时捉住。姚父，放开我！竟然豢养私兵，意图谋反，本侯要面见圣上，让圣上治你的罪，将你凌迟处死。他们可不是私兵，而是先帝留给我的暗卫。暗卫？宁远侯，我为了侯府世袭罔替的爵位，我不惜倾家荡产，也要替皇帝筹集4000万两白银。你非但不帮我，还联合回春堂掌柜引狼入室，想抽干我的血是吗？那又怎样？你不仁，就不怪我不义了。你不仁，我不义，这话说得好。与其放着你们日日生事，不如送你们一家3口一起下地狱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心，弑父是影响公德的大罪，我不能杀你，但我也不能留你在侯府。安陵，将他和侯夫人送到城外荒郊自生自灭，对外便说侯府闹了匪患，宁远侯在匪患中意外身亡。是，带走。嗨，你是来接母亲回去做太后的吗？我错，饶了我吧，我不要跟这个疯婆待在一起。而且，而且，走，放开我！陛下，齐修，朕得了华圣的一幅新作《出游图》，你看如何？如此国宝，只有在陛下手中才能焕发光彩。说起来，朕还记得你那兄长最通字画，若他还活着，定是精彩绝艳。唉，可惜了。兄长若知陛下如此夸赞，定会感激涕零。奇怪，往日说起齐家，他总是愤恨难平，今日为何如此平静？难道他那侄儿还没死透？陛下，
什么？方仲庙逃过一劫，贾丞相派出的人全军覆没，怎么可能？狗奴才！钟永侯夫人方氏在京城豢养私兵，你竟敢瞒着朕！陛下误会，此事臣早有耳闻。方氏身边的并非私兵，而是先帝留下的暗卫。暗卫？好一个方仲庙！父皇驾崩前将司库留给他，现在连最长的暗卫也要留给他。那贱妇，该不会是父皇的野种吧？陛下息怒，暗卫又如何？一个女人罢了。只要她进了宫，再强大的暗卫也无法施展，朕依旧可以对她用强。好，在方仲庙筹集了4000万两白银之后，把她带入宫中见朕。朕要好好会会朕的这位异父异母的亲妹妹。谁？又是他？这9000岁是有什么夜闯深闺的怪癖吗？小没良心！若不是要确认你平安，谁愿意做这种小人行径？陛下有旨，待你筹集了4000万两白银，便要请你面圣。请？若我没有暗卫，他怕是马上就要把我绑起来送到皇宫去千刀万剐吧？惹怒皇上还挺骄傲。我得提醒你，皇上要的可不止那4000万两白银，他想吞下你的全部家产。这点心思我早就猜到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2日之后，你自会知晓。罢了，以你的实力，我的担心或许是多余的。方仲庙，谢谢你，平安归来。哎，我家小石头今儿怎么气成河豚了？小姐，你咋还有闲情打趣我？今日又有皇室宗亲来您铺子里威胁我们贱卖了，别的买家得知他们要询价转让，都不敢接手我们的铺子。小姐，他们强买强卖，这是无耻阳谋。阳谋？要论阳谋，这世间还没人能玩得过我。对了，这些日子你去查查都有谁去过铺子了？丞相府的管事，还有大长公主府的管事，他们都去问过。另外还有李妃、容妃和丽妃的母家。他们出价多少？他们这些人都像是提前商量好的一般，这些价值万金的铺子，他们只愿意出50两。看来我爹的仇家还真是多。好多仇家是因为权势不够，挤不进来呢。小姐，你肯定还有办法吧？既然他们玩的是阳谋，那我便以阳谋破阳谋。拍卖宴会，原来这就是你想出来的对策。 9000岁觉得怎么样？钟庙，你我果然心意相通。小姐和9000岁站在一起，不像是拍卖，倒像是婚礼迎宾。多谢史大人赏脸前来。别误会，今日我是来看热闹的。听说大长公主也会来参加拍卖会，我倒想看看你今日如何应对的。你什么时候同史正清如此熟悉？不熟悉，只是欠债人和债主罢了，帮我延续国祚的垫脚石而已，哪有9000岁这把刀珍贵？哼，算你识货。大长公主到。众庙见过大长公主。平宁郡主安好。平宁郡主安好。他难道知道当年换子的事？夫人误会了，奴婢不是郡主。不管这贱妇是有心还是无意，只要敢揭我身世，她就必须死。
方夫人，就算您不喜欢瑞宝，尽管明说，何苦当众折辱我呢？太过分了！大胆方氏，我们郡主与这贱奴身份天差地别，你故意将贱奴认成郡主，是想打大长公主的脸吗？还有你，竟敢勾结方氏折辱郡主！殿下恕罪，奴婢没有。母亲，今日这么多勋贵都在，方夫人将奴婢篡成我的事若是传出去，临安的世家小姐们岂不都会耻笑瑞宝？瑞宝以后没脸见人了。瑞宝别怕，有本宫在，我看谁敢笑话你。方仲妙，你当着本宫的面侮辱本宫的女儿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来人，把方仲妙拉死，重打50大板。我看谁敢！齐兄，弄权的死太监，果然跟国贼的女儿蛇鼠一窝。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儿，否则明日朝会你别想好过。还以为大长公主是巾帼英雄，没想到是个没脑子的蠢货。你说什么？这丫鬟的父母宫有一道青色细线直指大长公主，她才是赵华阳的亲生女儿。至于这位平宁郡主，那道青线却连着赵华阳身边的姑姑，他们2人才是母女。身为大长公主，竟被身边的仆妇调包亲女儿还不自知，这样的蠢人真是罕见。放肆！放肆！竟敢侮辱皇室宗亲，看本宫撕烂你的嘴！您怎么了？没有人说话呀。方仲妙刚才未曾开口，那我刚才听到的声音又是什么？难道是妖邪作祟？好你个妖妇，竟敢施展妖法蛊惑本宫！来人，将这妖妇给我绑起来，斩首示众！上说，我看谁敢！大长公主，齐某劝您不要太过分。方仲妙乃是中永侯夫人，一品诰命在身，岂是你说杀就能杀的？一品诰命算个屁！本宫是皇帝的姑母，就算后宫嫔妃惹了我，也难逃一死。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方仲妙，我本以为你能跟大长公主拉扯几个回合，可惜啊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你那些小聪明再多，也无处施展。可惜好戏刚要开场便要结束了，无趣无趣啊！杀了我倒也无妨，只怕你不敢。不敢？本宫征战沙场10余年，管你是人是妖，就没有本宫不敢杀的。你财帛宫的青色细线似断非断，看来你与你那皇帝侄儿的关系，并不如外界以为的那样亲密。若是杀了我，皇帝这辈子都不会知道先帝给我的嫁妆藏在何处。你猜他会不会将怒火发泄到你身上？万一皇帝误会你是为了独吞我的嫁妆，才故意将我灭口，你猜他会不会送你一顶谋反的帽子，将你的大长公主府满门抄斩？南迁临安之后，皇帝确实待我不如从前了。难道皇帝对我起了卸磨杀驴之心？不，这妖妇定是同他那国贼父亲一样，妖言惑众，妄图离间我与皇帝的关系。你若不信，大可以杀了我，但你敢吗？妖妇，玩弄人心的妖妇！哦，原来你不敢。大长公主，平宁郡主恕罪。仲妙前些日子生了场大病，记忆有些模糊，一时认错了人，还望郡主见谅。有趣有趣，竟又被他躲过一劫。狐假虎威，孤执离心。方仲妙，你真是玩弄人心的高手。怎么回事？母亲一向最恨方家，方仲妙如此羞辱我，母亲竟然没有杀他。如果患子一事暴露，母亲定会将我和宋姑姑千刀万剐，我得先下手为强。殿下，拍卖会即将开始，请入座吧。母亲，许是天气炎热，还是身体不适，能否让雪纯陪我去客房歇一歇？怎的又头晕了？
快去休息吧。雪纯，好生照顾郡主。是。那个叫雪纯的丫鬟，命宫黑气缠绕，怕是不久便要丧命。而瑞宝兄弟宫乱纹丛生，是生了害人之心。赵华阳，你那宝贝女儿要去谋害你的亲生女儿了。胡言乱语，瑞宝最是善良，怎会害人？不出1个时辰，你自会跪在我面前，求我救你女儿。虚时已到，拍卖开始。且慢，今日本宫要买下方家所有产业，每一件拍品，本宫只叫价50两。本宫倒要看看，谁敢比本宫出价高。大公主以权压人，谁敢同她竞拍？看来方家的产业，大长公主势在必得呀。大长公主殿下，你没有看拍卖细则吗？细则？今日不是明拍，是暗拍，诸位无需叫价。只需要把价格写在纸上，投入这暗箱中即可。暗拍？哼，我们家小姐早就料到，想扰乱拍卖秩序，没门儿。殿下，暗拍也无妨，写在纸上的价格，最后依旧会公开。敢与殿下争抢的人，一个都跑不了。也罢，暗拍便暗拍，本宫先声明，每一件拍品，我只出价50两。谁敢比本宫出价高，出了会场，别怪本宫不客气。小姐，大长公主殿下，她不讲武德。不必惊慌。赵华阳这莽夫，在姑奶奶的道场里，他也想翻天。姑奶奶都不用亲自出手，就能把他的脸打烂。殿下好大的威风！您若只出50两的话，那您猜猜，齐某会出多少？你也要同本宫竞拍？9000岁也要竞拍了？9000岁可是陛下面前的红人，大长公主还真不一定能压过他。哈哈，临安城的勋贵都有资格竞拍，我又为何不可？除我之外，殿下再猜猜，史大人他会出价多少？石某见过大长公主。史正清，他居然也来了，方仲庙如何能请动他？论权势和声望，文人之首史正清远胜于你；论皇帝的宠信，你更是赶不上9000岁。在他们2人面前，你也敢摆谱？你可真是扒拉狗咬月亮，不知道天有多高。你们！好你个方仲庙，我还纳闷为何要给我送请帖，原来是要借我的势狐假虎威呀！好，独断朝纲的权臣，天下文人的领袖，竟都成了方仲庙的座上宾，你们这是要造反吗？在场的宾客，一半是齐修的心腹，另一半图史家骄傲。就算他们拍下方仲庙的店铺，最终也会还回去。方仲庙不仅不会破产，反而还能大赚一笔。今日哪里是来羞辱方氏，我才是自取其辱。去叫郡主出来，我们回府。哎呀，薛纯还没死透，怎么能走？哎，殿下，您不是说要亲自给郡主买下她喜欢的绸缎铺子？若现在离席，郡主恐怕又要伤心了。来之前，本宫确实答应了郡主。好，那本宫就吃点亏，按规矩出价竞拍。在姑奶奶的道场里也敢仗势欺人，今日但凡让你拍走一家店铺，姑奶奶跟你姓。第1件拍品，云泽布庄。此布庄出产最顶级的云锦，色泽似红，触感如珠，起拍价15000两白银。一个布庄而已，价值钱也超不过2万两。这场中能拿出2万两白银的人屈指可数。哼，方仲庙第1件拍品我就拿下了。这布庄是齐修看中的，我来算算齐修能否得中。为客卦，
所求不得，这个报价给低了。让我看看最高报价是多少。对卦为2，其余皆为乾坤并立，是0。原来是2万两。这场中如此财大气粗，能拿出2万两白银的，也就只有史正清和大长公主了。怎么可能？这场中只有宋姑姑看得见我的报价，方仲庙如何能猜中？这又是什么妖术？等等，大长公主殿下，你没有看细则吗？投入暗箱的报价单是不能取出来修改的，否则作废。你们这是作弊！我写好了，开箱。最高报价2万01两，恭喜9000岁正拍。10多亿两，是在羞辱本宫吗？殿下，齐某最近碎银无处可花，便添了点零头，还请殿下见谅。死太监闭嘴！大长公主不过一介武夫，问心机如何玩得过方仲庙和齐修？如此一来，大长公主同方仲庙积怨加深，日后大长公主又如何为他所用？我不服！方仲庙，你和齐修公然用妖法作弊，你们圣职不武，这布庄本应归我。好，哪里作弊了？殿下不如当众说说，让大家评评理。他使用妖术偷看我的报价，然后再传信给你，大家都听到了。是吗？那殿下不如问问在场的诸位，何时听到方仲庙作弊传信给我了？大长公主不如想想自己的报价涨没涨，有没有认真竞拍。从一开始就想以势压人，用50两银子买下方夫人的产业，如今还无端指责方夫人作弊，未免也太不讲道理了。你们愚昧无知！方仲庙的妖术竟然只有我和齐修能听到，如今大家也有所不满，再竞拍下去，明日朝堂上必定会有人弹劾我。去叫郡主出来，我们回府。是，方仲庙来使方城，得罪了本宫，日后我必让你在临安寸步难行。不好了，郡主出事了！郡主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哭成这样？瑞宝，出了何事？母亲给你做主。母亲，亲生女儿躺在地上生死未卜，做母亲的却只关心鸠占鹊巢的假货。赵华阳果然是眼盲心瞎。母亲，我没事，是学春他要害我。一个卑贱的丫鬟，竟敢谋害当朝郡主！我也不知道，我和学春走到荷花池边，他突要将我推下水池，幸好我反应快躲开了，反倒是他自己重心不稳跌了下去，否则瑞宝就再也见不到母亲了。大长公主才不会在乎一个奴婢的死活，贱人，你就安心去死吧。公主府的荣华富贵，我替你来想。怎么动不了了？不是我，是郡主把我推下水的。娘，你快为我求求情啊！殿下恕罪，奴婢娇女无方，竟敢谋害郡主，她罪该万死。我这就将她去扔去乱葬岗，让她死无全尸。娘，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娘？宋姑姑，快起来！我是母亲的陪嫁丫鬟，我相信此事与你无关。我和瑞宝都相信你。来人，把这贱奴的尸体拖出去喂狗。原本他还有一线生机，却要被亲生母亲亲手害死，遇上赵华阳这样蠢的生母，可怜啊！不要，我还没死，谁来救救我？住手！方仲庙，你同我府中贱奴串通一气，谋害当朝郡主，把他给我拉出去，一并拖出去喂狗。住手！方仲庙，
你同我府中贱奴串通一气，谋害当朝郡主，把他给我拉出去，一并拖出去喂狗。慢着9千岁，你为了这贱妇要跟本宫作对吗？微臣只是觉得谋害郡主如此大的罪名，没有证据就随意定罪，是否不妥？明眼人都看得出，死的这是奴婢，而非郡主。而郡主却说奴婢要害他，那殿下如何确定郡主不是在撒谎？9千岁，今天本宫就把话撂在这儿。今日谁敢维护方仲庙，本宫就带镇南军踏平他的府邸，诛他的九族。给我杀了他！殿下，可还记得你女儿锁骨处有一道红色胎记？妖言惑众，瑞宝锁骨处也有胎记。想必是用朱砂笔画上，用水一洗便掉了。大长公主，您现在再仔细看呢。给本宫滚开！不可能！真的是红色胎记，怎么可能？方仲苗说的竟然是真的，雪春才是我的女儿。贱人！原来你早就知道自己是冒牌货，难怪雪春在府中屡屡受罚，都是你在栽赃陷害。还有你在我面前对雪春非打即骂，我还以为你是教女严苛，想不到全部都是栽赃陷害。你怎么如此恶毒？来人，将他们母女2人拖出去凌迟！我要将他们身上的肉一片片割下来，统统喂狗！母亲饶命！这些事都是宋婆婆这个贱婢搞鬼，不关女儿的事。母亲，赵华阳，反正你的女儿已经死了，以命换命，我不亏。雪春，你在我身边16年，我竟然一直没有认出你来，是母亲对不起你，是母亲害了你啊！原来我才是殿下的亲生女儿，母亲的怀抱好温暖，可惜我醒不过来，不能在殿下跟前尽孝。雪春落泪了，她能听见我们说话，快来人，快传太医！何必传那些庸医？这世界上唯一能救雪纯的人，只有我方仲妙而已。刚刚确实是他第一个看出雪春还活着，他或许真的有些本事。想要我救人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我要大长公主亲自跪下来求我。放肆！本宫是皇帝的姑母，镇南军的统帅，让我跪你这国贼之女，简直做梦！骂我爹，再磕3个响头！我并非有意刁难公主，只是雪纯姑娘所中之术，需要爱子之心至诚，方可破解。若这份心思不纯，她便永远醒不过来。破解之术其实与爱子之心无关，我就是在刁难你。但你若不跪，我就不解。你拖延几时，你女儿就昏睡几时。方才我就说过了，今日定要你求着我救你女儿。大长公主是大周皇室身份最高的人，怎么可能跪她一个小巧诰命？以亲生女儿的命威胁大长公主，这方式也真是够无耻的。方仲妙的心声真是一如既往的气人，不过硬逼着大长公主低头，恐怕会适得其反呀。赵华阳，你会跪的，我知你最为重情，对亲生女儿16年冷眼相待，是你亏欠。雪春，16年相见不相识，是母亲对不住你。
跪了！大长公主跪下了。方仲妙，今日是本宫有错在先，请你摒弃前嫌，救救我女儿。我女儿。即便新生被窃听诱辱，以方仲妙的实力，到哪里都是别人攀交逢迎的对象。今日过后，不仅大长公主会成为方仲妙的助力，目睹这一切的宾客都会主动攀附。方仲妙啊，方仲妙，本以为你是虚张声势，谁知你言出必行。石某对你彻底佩服，日后我史家心甘情愿为你所用。大长公主请起。要救你女儿并不难，只需让她喝下我的符水即可。雪川，你醒了。母亲，雪纯多谢方夫人和方国师的救命之恩。国师，雪纯，你陷那老国贼做什么？殿下，我父亲是你女儿的救命恩人，而不是什么国贼。母亲有所不知，3年前我随郡主入宫，不慎在宫中迷路，是方国师带我离开宫中，还赠予了我一道平安符。今日郡主推我落水，若不是国师的平安符保我一命，雪纯恐怕是活不到与母亲相认了。难道方辰子早就认出你才是本宫的女儿，所以才故意留下符纸讨好你？经历了这么多还是不长脑子，早知道就不救你女儿了。也是，赵华阳唯一的弱点就是太过重情，否则也不会被调换女儿的幕后黑手拿捏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女儿被调包，还有幕后黑手？殿下，你也知道，我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师，他既然早已发现你的女儿被调包，为何知情不报？这不告诉你，是因为他不敢。在这大周，唯有一人会让他忌惮至此。放肆！你竟然敢怀疑当今陛下！仲妙不敢。4000万两白银今日拍卖已经凑齐，赵章必会宣我入宫觐见，是不是他在搞鬼？等明日入宫，我见他本人便能知晓。陛下，齐大人携方夫人求见。宣他们进来。是。还以为你会穿诰命礼服，想不到你竟然穿着道袍觐见皇上。臣叩见陛下。陛下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都平身吧。方仲妙，什么也别想，求你。陛下，臣妾昨夜偶观天象，见青天白月，日月同辉，这是大周国运昌隆顺遂之兆啊！哈哈，好，李妃所言甚好，朕是有德之君，真龙天子，你老天爷都要褒奖朕的功德。一派胡言！什么日月同辉，分明是金星掩月。此天象极为不祥，今日之内，大周必有战祸。谁在装神弄鬼？站出来！不好，皇帝能听到方仲妙的心声。陛下，臣等并没有听到声音。陛下可是头疼症又犯了，可需要传太医。难道是朕昨日午时散服用过量，出现了幻听？哼！朕就说，匈奴昨日才送来国书，今日怎会又发起战火？匈奴送来了国书？没错，匈奴要求朕割让淮河以北各州府的土地，每年再给他们上贡25万两白银，再送一位宗室女
前去和亲，朕答应了。什么？同意了？陛下作为堂堂天子，竟向蛮夷俯首称臣，匈奴贪得无厌，如此退让，大周江山何日能复？不过是割地赔款和亲而已，能让大周百姓免受战祸，朕丢些脸又何妨？可每年25万两白银的赔款，绝不是小数啊！这有何难？房仲庙，朕听闻你前些日子拍卖家产，得到了上千万两白银。如今国难当头，你身为临安首富，自然当倾囊相助。这样吧，4000万两银子修缮行宫，其余现银尽数交与户部，充盈国库，就当是你为大周出一份力吧。陛下总算知道我爹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拥立赵章这个昏君了。又是这个声音！什么有德之君，真龙天子，赵章，你偷了别人的命，还不速速还来？偷命！妖妇住口！竟敢以邪术诬陷陛下！来人，把这妖妇给我拖出去斩了！滚出去！方夫人何出此言？朕乃大周天子，乃是天下命数最贵之人，为何会偷别人的命呢？怕不是你那个神棍父亲为了挽回面子，给你洗脑了吧？别人看不透，你却瞒不过我。你面相12宫破碎不堪，你本就是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、弃家叛国、弑君弑父的大奸大恶之命。什么？16年前，你看中雪春郡主真龙天子的命格，联合府中奴婢将郡主调包，盗走了他的气运。因此，在先帝选太子之日，你周身龙气，恍恍如大日，蒙蔽了我爹的法眼，让我爹误以为你是能改变大周国运的天命之人。因此，他力排众议，选了你做太子。什么？雪春被调包一事，陛下才是主谋。哼，照你这么说，方臣子是被朕骗了。他可真是个废物啊，连真龙天子都能看错。我爹道法精深，自然不会看错，只是当他终于看清你的命数，先帝已经病入膏肓，因此他们迫不得已才将司库的财产和暗卫都交于我代为保管，为的就是防止你这个魔胎挥霍。你本以为能高枕无忧一辈子，可3年前你愕然发现，再好的命也经不起你的挥霍。你命虽贵，但相已破，于是你便盯上了齐修3岁的侄子齐渊。渊儿，那时你破面已显，而你身为一国之君，你的气运与大周国运紧密相连，因此那年大周山河破碎，蛮夷大肆入侵，朝廷只能南下迁都临安，而你却为了保住自己的贵命，将破面移到了齐渊的脸上，让他替你承受天罚，而你就可以坐在皇城里，一边用齐渊的性命拿捏齐修，一边享受着齐渊的面相带给你的好命。我早该想到是赵章绑走了渊儿，他必定是换走渊儿命数之人。我爹背负骂名10余年，他本以为你是天命之人，却不知你是个苟且偷生的魔胎。你的面相是假的，气运是偷的，就连你的命数都是借的。好一通大义凛然、妖言惑众的言辞啊！方仲庙，你想为你爹证明的孝心，连朕都感动了。不过可惜，这些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都是朕做的？就算是朕做的又如何？朕的邪术根本没有破解之法。方仲庙，朕正愁用什么理由抄你的家呢？如今你自己送上门来，那朕必然不能辜负你的好意。想必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的邪术并非无法破解，你的换命邪术昨日已被我爹送给郡主的平安符给破了，而你的换脸之术也早已被我施法破解。赵章，你命数已尽，破面已显，昨日的金星掩月，今日的战祸连天，都是因为你的破面而引来的天诛。
嚯，方仲妙啊，方仲妙！你说你学什么不好，偏偏选你那神棍父亲哗众取宠。朕昨日与匈奴才签订国书，只要朕割地赔款，可保大周10年平安。你说的战祸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3、什么？2、1。哦！陛下，匈奴大军入侵襄阳城，襄阳失守了。什么？啊！陛下，健康失守，满100万大军正在屠城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匈奴明明答应朕签了国书，割地赔款，他们保证的大周10年安宁，怎么才仅仅1天？怎么可能又发起战火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早说过，你的换命之法已被我和爹爹破解，如今你才是破命之人，而这便是对你的天诛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朕的道法无人能解，朕是真龙天子，是大周皇帝，少妇，是你在妖言惑众，还有你们这些乱臣贼子！乱臣贼子！朕要杀了你！朕要杀了你！畜生！想不到调包我女儿的幕后黑手竟然是你！你残害手足，欺辱百姓，你简直不配为人！那又如何？如今父皇所有的子嗣就只剩朕了，其余的皇子都被我杀完了，你们没得选，这地位，这龙椅永远只是朕的。我看不见得吧。妖妇住嘴！大长公主是皇室血脉，又手握兵权，不如让赵章退位，由大长公主登基为帝。殿下，赵章实在不堪为帝，如今国难当头，请您黄袍加身，救国于危难。可本宫是女子，赵华阳若是犯蠢拒绝称帝，就休怪赵章送雪纯去和亲。什么？你要送雪纯去和亲？史正清，该是你兑现承诺的时候了。史大人，你不陷入的局，我方仲妙入。若有朝一日，我能改变朝局，荡平乱世，还望史大人助我一臂之力，莫要冷眼旁观。半数朝臣与你史家交好，若无你这文人之手的支持，大长公主称帝，名不正言不顺。方仲妙，当初承诺我的海晏和亲，已经真的做到了。即便没有那个赌约，我一样会追随你，帮你改变朝局，荡平乱世。臣请大长公主临危受命，救国。臣等请大长公主登基称帝，救国于危难。反了，反了！你们都要造反吗？造反？你本就是偷来的命格，借来的气运，我们如今不过是拨乱反正罢了。来人，把赵章给我押进天牢，没有本宫的允许，任何人不许探视。朕收到战报，蛮夷大军于建康屯兵数10万，不日将南下渝州。如今襄阳失守，开封沦陷，若再起渝州，恐怕临安危在旦夕，大周社稷危矣。为今之计，只有派兵增援，死守渝州。陛下放心，众庙有万贯家财，随时可做征兵军饷之用。有你这个钱袋子，军饷朕无需操心。今日朕叫你们来，是想商议渝州守将的人选。皇太女，你有何良策？刘将军和萧将军都已奔赴前线，儿臣以为，不如让齐大人带兵镇守渝州。臣愿为大周赴汤蹈火，誓死守卫渝州。假扮太监入宫一事，多谢陛下开恩，未曾追究。如今大周国难当头，臣也想为抗击匈奴尽绵薄之力。国师觉得如何？回陛下，齐修乃是天选之人，此去前线必定能大胜而归。好，齐修，你明日便领兵出发。臣
领旨。线报说，在渝州看见周永侯于汉的踪迹，他似乎娶了匈奴公主，成了蛮夷王室的驸马。此行我定会信守承诺，帮你带回于汉的人头。当初想杀于汉，是因为他是大周国祚最大的威胁，但是现在大周朝廷文武齐心，大周国祚必定会延绵不绝，杀不杀他也没那么重要。他的人头跟你的平安相比，不值一钱。方仲淼，你信不信，我能为大周出征，也能为你出生入死？我相信。等等，这次不如我们一起去。淼淼，我陪你闯荡这乱世，也陪你共护这盛世。驾！